嗨，好久不見，抱歉，拖了这麼久都沒有更新，到現在為止，距離我上一個視頻更新起碼有7個多月了，在這裡給大家說一聲非常抱歉。很多粉絲在後台留言說要出一期那個新的增刪改的一個 PHP 的教程，這裡非常抱歉那麼久沒有更新。這一期呢，我打算先給大家講一個我最近在做的一個新的項目。這個視頻呢，主要是先演示一下我這個項目，到下期的話，我會把這個項目的詳細的一個步驟給大家講述，讓大家用非常簡單的思路可以去理解它。好，這一期呢，我講的是一個前幾天一個朋友要求我幫他做的一個小項目，一個小的一個外賣的平台。我也是花了2天左右的時間，大概把這個基礎模型給搭了出來。基礎模型基本就長這個樣子。然後的話，這邊的話文件的話也就這一點，不是很多。我們這個項目的話，用的技術是一個 PHP 還有一個 JS 普通的 JS 做一些基礎的腳本運行，還有一個就是數據庫的話，用的是 MySQL 的數據庫。好。我們這個項目的話，基本大概的3大類模型就是分為3大類，一個是首頁，展示一些普通的一些產品，比如說這個展示圖片這一塊的話，主要是一些熱點買家的一些商品的展示，當然是這個項目剛出來，現在放圖片大家都不用意外展示用的。然後下來這個欄目的話是6個小欄目分別是一些食物的一個區分，再下來的話就是一些詳細的店家了。這裡的話是有相應的排序的功能，比如說一個綜合排序。綜合排序的話，它是按照每一家那個店鋪的一個星級越高排在越前面的，然後銷量的話就是按銷量越高排在越前面。速度的話，就是按這個距離自己當前所要點外賣的地方越近的話，就越排在前面。這2個的話，基本都差不多。其實實現這幾個功能的話都不難。然後的話，就是我的信息這邊的話，主要是分為這幾個小小的項目。然後分別有註冊登錄。登錄的話，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插入的一個操作。然後註冊的話也是一個簡單的插入的操作，我這邊講錯了。這邊登錄的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查詢的操作，查詢後台的一個數據庫的賬號密碼，然後進行核對嘛。這邊的話展示一下這個登錄的這一個小模塊。登錄的話就是事先準備好了一個賬號是一個小狼，然後密碼的話是123，然後我們登進去。它就提示一下用戶登錄成功這邊，然後返回到這個主界面這邊。然後這邊的話主要是地址這一塊，地址這一塊的話可以新增地址，有多個地址。之前我就事先增了2個，我們可以來增第3個來看一下效果。我就隨便來一下了。然後這個驗證碼的話是根據實時刷新的，根據後台進行驗證。以防一個用戶的一個惡意的一個強制性的多次輸入嘛。我們說一下驗證碼，輸入成功的話，我們添加一下，這邊的話會多出一個這一個地址。這一塊的話做的是一個無刷新更新，因為如果你那個刷新的話會返回出去，不太好。我們直接用一個無刷新的，只刷新部分數據的，這樣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這邊的話可以將這個地址隨意的刪除掉。刪除的話提示一下刪除成功，我們就把它刪除掉了。好，我們出來，下面的話是一個消息，然後再下來是一個優惠券，再下來是一個關於我們，還有一個聲明規則。聲明規則的話是後面我那個朋友他用到這個他自己加上去的東西。然後這邊的話是訂單，訂單這邊分為3大類，一個是全部訂單，還有一個待評價的訂單，還有一個退款的訂單，3大訂單。然後後面的話會逐一完善它。這邊首頁這邊的話，這些基本信息都是可以從後台數據庫進行更改的，也就是某一個店家入駐的話，這些基本信息它都可以進行入駐的。
現在的話3個都是正常運行狀態，當然它們也可以是變成休息的狀態。這邊的話可以用後台數據庫進行更新的，當然裡面的裡面的界面的話還沒有進行開發。然後我們這邊的話看一下数據庫這邊，數據庫這邊用的是 MySQL 數據庫，後台的話還沒有開發，暫時就用一個 MySQL 數據庫進行連接。然後數據庫裡面的話一共4個表，這個聲明的表的話就是剛剛這邊聲明規則這裡進行一個動態數據的更新，也就是說這裡的數據會按照數據庫裡面的這一塊進行更新。然後的話最主要的表是一個這個用戶表，用戶表的話寄存的是一個賬號、密碼還有一個錢包。當然的話後面的話我們是不太需要用到這個錢包的，因為一般這種外賣程序的話基本都會跟微信對接。微信對接的話，後面的話用到的支付方式直接是微信的，然後这個錢包的話基本用處不大，是前期開發的時候用在這裡做一個演示作用。然後的話就是商品信息這邊，這裡商品信息的話我就添加了3條欄目，這3條欄目分別對應剛剛首頁這邊的這3條欄目。我們可以演示一下看一下。現在這3條欄目的話都是正常營業的狀態。我們這裡數據庫這裡有一個欄目是把它某一個改成休息中的話，休息中的狀態的話，它這邊的欄目的話也會相應的進行一個更改。你看我們剛剛建的一個休息中的這一個項目的話，它就變成灰色了，然後這裡暗暗的顯示一個休息中。後面這2個的話就沒有做，所以它就是以高亮的方式來展現的。然後的話這裡面的具體數據就是一些具體的數據，比如說商品類型商品的一個頭像，以及商店的名稱價格以及那個起送的價格、距離，還有一個配送的時間。這些信息的話都是可以動態更新的。因為現在還沒有做一個後台，所以的話這裡的數據只能從數據庫裡面直接插入。後面的話我完善這個項目的話，會把一些詳細的後台給弄出來，然後就基本可以脫離這個數據庫的操作了。就直接用後台操作這個數據庫，然後進行一個實時的更新了。這樣的話都會方便一點。我們這裡3條數據看一下，這邊的話也會相應的少1條數據。現在就剩2個欄目了。這邊添加欄目的話也會多欄目。然後的話還有第一個表就是剛剛那個地址的表。地址的表目前為止就只有2個地址。就是我們剛剛這邊這個地址存放的信息只有2條地址，我們刪1條地址。然後回到這邊看的話就剩下1條地址了。這個是地址的。然後這裡的話主要注意的話，後面的教程裡面主要是要注意的話是一個這個驗證碼這一塊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難度的，當然也不是很難。然後這裡的話我給大家詳細講一下，這邊退出一下這個賬號先。然後這個驗證碼的話是有2個驗證碼，一個是在剛剛地址的裡面，當然現在沒有登錄狀態的話是進不去的。這3項都進不去的，因為這個是要登錄之後才能進去，對吧？然後主要是這個驗證碼的話是用到一個隨機數，然後隨機數之後生成一個隨機數，然後再用PHP 一個內置的函數讓它進行一個陣列組合，然後生成這樣的一張圖片顯示出來。具體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代碼吧。這是整個項目的一個源碼。分為這一點，也不是很多文件。剛剛說的一個驗證碼這一塊的話是在一個 code 這裡，這個驗證碼，當然這個是用 PHP 寫的。首先的話是一個函數，這函數的話產生一個4位數的隨機數，然後它返回出來，產生之後，然後它返回出來。然後到下面這一個的話是利用剛剛生成的隨機數。剛剛生成的隨機數，就是剛剛這個 code 生成的隨機數進行一個圖片的驗證，
把它生成一個以這樣的序列排序的一個圖片矩陣，生成之後，我們把它存在一個全局的一個 session 裡面，用來驗證嘛。基本驗證碼的話，這一塊的話不是很難，後面的話我會詳細的介紹。然後的話就是這是一個登錄的模塊。登錄模塊的話，主要是引用這個登錄的一個連接。連接的賬號密碼的話是在這個請求文件裡面，這個路徑裡面的這個請求文件，事先把它寫好，就是一些賬號密碼以及數據庫以及一個主機地址，把它創建好這個連接之後，然後這邊直接調用這一個連接，然後下面的話就直接判斷一下這個連接是否成功就 OK 了。然後這邊的話是post 獲取一下剛剛從這邊獲取到了一個賬號的密碼，然後存在一個變量裡面進行一個判斷。如果不為空的話，就進數據庫裡邊查詢這條數據。查詢的話是以這個賬號這個變量跟密碼這個變量同時查詢。如果查詢出來有數據的話，就認為它有數據，輸出數據，把它一個數據傳在一個session 的一個全局變量裡面，然後進行一個後台的一個顯示，剛剛顯示的這一個名字跟一個餘額顯示出來，這樣就算是登錄成功了。然後註冊這邊的話也差不多，獲取到客戶端這邊的一個字段存在變量裡面，然後判斷一下是否為空。不為空的話就進入一個插入的狀態，插入成功的話就提示一下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話可能是因為有賬號的。如果說都不是這兩項的話，那它可能就是第三項，因為驗證碼輸入錯了，然後就跳不出去了。然後的話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就是首頁這邊的話用到的模塊是蠻多的，後面的話我會詳細介紹，好吧。其實這個項目的話，做起來的話並不是很難我打算這一期視頻如果破萬的話，我會把這個源碼公開，然後讓大家進行一個學習的參考作用。然後這一期的話大概就先做到這裡後面的話我盡可能在這2天的話把後面那些教程視頻全更新了，然後放出來在這裡非常感謝大家。如果你也喜歡我的視頻的話，麻煩幫我轉發一下，這是支持我做下去的動力，謝謝。